各位，我们一直在为诚心物色一位优秀的副总，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们找到的是位不仅优秀，而且非常卓越的人才，那就是唐晶唐小姐。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已经够熟悉的了。唐小姐的入职是诚心又一个新的开始，她和贺凡的强强联手，我相信不出2年，我们诚心将在行业内创造奇迹。我还以为董事长今天来是要宣布你老公当副总呢，怎么后面还跟着个唐晶啊？有的时候想想真是不公平，不管你平时多努力，到最后还是运气说了算。你说董事长是不是还以为贺涵跟唐晶金童玉女双剑合璧呢？你说董事长真的不知道他俩掰了？觉得应该不知道吧。哎，散会了，散会了。Miss 唐，唐小姐，欢迎你。这么多公司偏偏选择了我们诚心。当然，因为我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这里完成。什么事啊？第一件事，我要解雇你。什么？你被解雇了。为什么？因为从现在开始，这里我做主。我的眼皮底下容不得任何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员工，不管你的业务能力有多强。你这是在说我吗？我在诚心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也知道，你这是公报私仇。等你做到我现在的位置，你才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为人处事。他凭什么开除我？我对公司每一件事情我都尽心尽力。他已经是第2次了，换成任何一个人对我这样的员工都会珍惜爱护的，他凭什么这么对我？他干嘛就这么跟我过不去啊？嫂子，等过段时间呢，我找唐晶谈谈这件事情啊。要实在不行，咱就换点公司嘛。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诚心待着。干嘛非跟唐晶过不去呢？我要去告他，我要告他这是以公徇私，我要去董事会告他，我让他离开诚心。说的都是气话，消消气儿啊。陈女士，我赶紧离开这儿吧，我想回家，我1分钟1秒钟不想待在这儿了。没想到，又在一起工作了。我也没想到，找了你这么多天，今天一早居然在这儿看到你。不好意思，瞒着你们到天津去扑客户去了。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抢到一个先机。你应该知道，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辞职去旅游的。时间宝贵，不值得这样伤感浪费。合作愉快。说正事儿，Angel 的案子拿给我做。
要干嘛？帮他们翻盘，收复华东市场。不可能，我都做不到。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才要做。你跑了那么多趟天津，都拿不下来的大客户，我不是帮你拿到了。这就是你来陈星的目的。你要是同意，我去通知开会了。进来， Miss 唐，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看你秘书还没来，所以我过来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没有，谢谢。你是00那个部门跟着00的？对，我是小董。我不是跟着00的，我也是在晨星做了很多年的员工。我就是在工作上跟00会有些交集，但是私下里没那么紧密的。你也觉得我不应该请00离开晨星？应该啊，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啊。00这个人在工作能力上是有一点，但是他这个人为人处事是有点自私。你像我们这些下属，我们都不好意思说。00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白眼狼下属？Miss 唐，我是信任你，我才跟你实话实说的。我初来乍到，哪谈得上什么信任？墙头草在职场上有时候能得到一时的便宜，但一定走不了太远。我唐晶尤其不喜欢这样的人。你想升职，想做到00原来的位置，要先学做人。我这儿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回去忙你的吧。行，那 Miss 唐，我去忙了。嗨，那找你了吧？我过去一下。其实以前经常从这儿路过，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酒吧，也真没想到你这么晚还跟朋友在一起玩。是啊，要不然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一个人在家忧伤痛苦。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唐小姐，我听说我走了以后 ，Knowledge Group 对于谁做部门经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争执，好像是吧？所以我明天还要面试几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冷静地想了一想，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做这个决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在晨星这么多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也很努力的，而且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在想，如果你这个气消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让我重新回到晨星啊？我让你走的时候，说过还会让你回来吗？我可以做一个保证，我保证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努力，而且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话，我绝对不会收。如果犯过的错误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弥补的，那还怎么让别人引以为戒？我再次告诉你
搬弄是非，在我的团队里，从来都是比算错重要数据，甚至比丢掉一个重要客户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可原谅的品质问题。唐小姐，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的情况挺特殊的，而且现在好了，罗子君已经走了。对不起，谁走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到晨星了。当然，除非我走了。喂，小董，明天中午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跟你讲，太欺负人了。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这么走运的。嗨，能找的我都给你找了。哦，这么多啊！你复印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发现呢？我都是让实习生菜菜去复印的。要是让公司知道，这不仅是要掉饭碗的事啊！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这样说的话，样样都是机密，哪有那么多机密啊？再说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想要什么找不到啊？我跟你说，唐晶这次啊，动作挺大的。怎么说？他强行从贺涵手里拿走了安琪儿的项目。安吉尔可不是好搞的，就算贺涵出马，也不一定搞得定的呀。所以啊，他是冲着贺涵去的，他就是想做的比贺涵漂亮。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她就想不明白吗？那就算她在工作上压倒贺涵又怎么样啊？就报了10年不娶的仇了，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好不好？这些都是谁做的？唐晶自己做的。他自己做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走了以后，他不信任我们呗，怕我们在里面捣浆糊。这个女人啊，真的就是一个疑心病特别重的工作狂。这么多，熬一个通宵可以。他以后准备一直自己做了，他就不怕忙中出错吗？我倒是希望他出几次错，出错出多了，就可以把你请回来了。说的也是，谢谢你啊，不客气。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哎呀，你是知道的，我是想把唐晶弄走，帮你回来的。小董，人家都说人一走茶就凉，谢谢你啊。哎呀，你神经病吗？说什么呢？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了，应该的。谢谢。不行不行。
我以为外面的门是关着的。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谢谢你去看她，没想到你会去看她。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是要去你家吃饭的。薛阿姨也算是我的家人，应该去的。我要跟 Miss Wu 去广东做一个项目，下周一就走了。工作上的事，跟着 Miss Wu 肯定是好的。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想，反正要走了，应该过来跟你告个别。那就再见了，一切顺利。唐姐，你去广东，希望只是因为你自己，你觉得值得，不要是为了其他任何人，至少不要是为了我。你不欠我什么，我帮过你不少，在学校的时候你也帮过我。如果你觉得因为对我有愧疚而把自己放到那么远，那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与我无关。我不会因此而更憎恨你，或者更原谅你。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值得去大力维护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走的，因为我觉得值得走这么远。唐晶，谢谢你，我走了，再见。怎么了？我知道你要做业绩，要超过我，但是你这么做太冒失了，是要出问题的。你不能一边手头上做着安琪儿的案子，一边又去跟他竞争品牌的总监谈合作。那是我的朋友。安琪儿不管是不是你的朋友，一旦传出去，只会引起他们对陈星对你的不信任。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懂的。如果他们对我这么不愿意信任的话，他们可以在半年合同到期以后换一家公司合作。我们也不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不可。国产品牌退守2、3线城市已成必然趋势，我就算拼尽全力，也就能保他们2、3年。那也不能丢掉诚信。谭宁，不管在哪家公司，我们的品牌是诚信，不是光看客户一年给了我们多少钱。你知道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对于我们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这一点深信不疑吗？你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忠实、诚信，你的努力，你这么多年不就是以不择手段在这个圈子里出名的吗？没错，对对手不择手段，就是对我客户最大的诚信和忠实。我过去的客户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约他见面不可以吗？不可以，起码现阶段不可以。工作是工作，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你难道没有把工作和私人关系混为一谈的时候吗？谭姐，我是为你好。可是我想比你更好。
只有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也许有一天我才能看清楚，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好。拿来了，谢谢。从贺涵负责安琪儿开始，具体执行交接的就是我。我了解安琪儿，他们是一个极其谨慎，甚至有一些多疑的团队。我觉得贺涵的提醒应该接受。我有我的做法，除非你换去别的做。走了。并不是离开了贺涵，我们就不能做到更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你这是跟贺涵，也跟自己较劲。你不是已经走了吗？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啊？没有啊，瞎说什么呢？听谁说的？还是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有复印过安琪儿的任何数据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复印还是打印？不是你说的。我说的是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哎，我懂了，罗子君，你是想来报复我的，对吗？因为你觉得你在晨星的时候我对你不好，所以你想趁着公司出事的时候来报复我一下。我跟唐晶无冤无仇的，我干嘛要陷害他呢？我这个人，我一向想在公司里安安稳稳的工作。倒是你上蹿下跳，勾搭贺涵，你觉得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要是不承认的话呢，只有等我找人来指证了。你等着。去吧，你尽管去。我这一个星期，连复印机的边儿都没有沾过。罗子君来找我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了。不可能啊！我去机场送的他呀。我看他办完票进了安检啊，怎么可能又来找你呢？佳青，你先回去啊，先上楼，乖。我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呢？我怎么可能搞错呢？这大白天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可能搞错吗？他既然来问我了，肯定是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倒霉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生菜菜。哎，我跟你说啊，你小心点啊，罗子君这个人有点来者不善。怎么了？吓一跳。没事儿。什么没事啊？怎么起来了？咋了？陈军生，我做错事情了，你会原谅我吗？你说的不是安琪儿的事儿吧？你听
说，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你都从晨星走了，正卖数据谁给你的？小董，你别说出去行吗？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报复唐晶，报复晨星，顺带报复我。不是的，我就想给唐晶找点麻烦，但是这个文件和数据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当时想，最多就是安吉尔告到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最多就觉得唐晶没有这个资历做这个位置。可是我没有想到唐晶跟 DOP 有这么多关系。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公司闹得人心惶惶的，谁都没法安心工作。啊，猜来猜去，查来查去，唐晶几乎名誉扫地，整件事情是我来查。啊，没想到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你绝对不能告诉公司啊！那你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今天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给唐晶找点麻烦吗？我没有想过要毁他呀。我兢兢业业的工作，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过。他连续2次要把我弄走，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的就把我赶出去了。可谁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不是圣人，那么欺负我，那么欺负我不还手，我做不到的，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那么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人好人坏，你应该知道的，陈俊生，是不是？俊生，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的，只要能够挽回，我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你赶紧让小董交代他的问题，不要把所有事情、所有责任都推给唐晶，让所有人觉得是唐晶出了问题，唐晶两边受钱。啊，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被拖下水了吗？你不也受牵连了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你所谓的最好的关系。可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他也要养家，也有孩子。再说，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不是也不知道吗？而且不是和涵要回来了吗？他会帮唐晶想办法的，是不是？哎呀，